很害怕听到车子很快的声音，或者是听到 brake 的声音。我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就是还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出门就会尽量的把自己的疤痕都全部都遮起来，然后自己也害怕人家盯着我的伤疤。我会尽量的回避，不想要再去经过同一段的地方，然后再回想到当天发生的事情。丹戎八葛路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辆宝马轿车撞入电屋之后起火狂烧，29岁司机同4名乘客当场宣告不治。据了解，司机的未婚妻试图救人，结果身体严重烧伤。我是胡秀慧，我为了要救我的男朋友还有朋友们，冲入了火海。火势很大，他们再不出来的话就很危险了。当时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这么多。当我去动到那个门的时候，那个火就是顺着那个门把传到我的身上来。被烧伤了过后，我就跑到那个建筑物的对面，还是一直在叫他们，但是就完全没有反应，然后就看着，就很无助，就只能坐在那边看着一切发生。救护车也很快就到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讲，哦，你不要打电话给我妈妈，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心。当时候还没有察觉自己其实烧伤是非常严重，是会有生命危险的。之后我就不记得任何事情了。I'm Jana Jyoti. I was senior consultant plastic surgeon at the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That year I was on call. I had a call from the hospital saying that someone had got burnt. So obviously at that point I didn't know what was happening. I turned up to see her and realized this is a major burn. She could become very critically unwell very soon. She had extensive burns throughout the whole body. In her case, almost 80% that was burnt. I was Rabi, primary surgeon looking after her. As soon as she comes into hospital, we are taking her to an operation to clean out her wounds, and she is sedated. So we're giving her very, very strong painkillers, try and prevent her from getting an infection. Without so much of her skin on board, it's very likely that she can become susceptible to an infection. So a small infection can trigger you off. But anyone with that level of burns, that percentage of burn, I would say, the survival chances are low. 我是秀慧的妈妈江美爱。当时我是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了。电话那一方他就说：“你女儿发生意外，你能来医院吗？”我就在那边就崩溃了，我就在那边哭了。我们就赶去医院，医生跟我说她在里面已经昏迷了，你女儿有生命危险，我马上晕下去了，我就跌了。那13天里面，她在 ICU 那个很煎熬，当时的情况太心痛了，很心痛。她可以烧到这样，在 ICU 的时候，一天一天没有这样容易过，因为护士跟我说，这个在 ICU 里面随时就会走。女儿生死未卜。母亲心如刀割，对孩子的过往回忆涌上心头。胡秀慧是家中长女，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来自马来西亚柔佛的她，从小喜欢唱歌，享受舞台。长大后在新加坡求学，也在新马两地跑歌台，甚至参加过本地歌台比赛。我能给秀慧。
不只有一副好歌喉，面容姣好的她还当过空姐。然而，这场车祸的大火改变了她的人生。那时候真的觉得很痛，很不舒服，就是整身都在痛。然后就看一下自己，哇，我整身都被包起来，像木乃伊这样。其实那个时候有想过，为什么要救我？烧伤这么大的面积，也是会毁容啊。然后我的男朋友、朋友们都不在了，就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巨变。我觉得不要救我比较好吧，干嘛要救我？我还要受这种苦。但是就是在看到妈妈过后，所有的想法都改变了。不是为了自己，一定要为了我的妈妈、我的家人努力下去。在加护病房与死神搏斗2星期后，秀慧被转入新加坡中央医院烧伤部门的重护病房。在医院里的4个月，秀慧接受了30次清创与植皮手术。我是王义祥副教授，现任为新加坡中央医院整形科跟烧伤科的主任。烧伤分为3个级别，3级烧伤呢，就是已经烧到表皮跟真皮的全部，甚至到皮肤的脂肪那一层。2级跟3级烧伤的部分都需要切除掉。如果没有切除的话呢，那个皮肤就会产生细菌感染，这样就会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危险。可是如果病人的皮肤好像已经烧伤到80%，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捐赠的皮肤，或者是一些人工皮，可是都是暂时性的。我们需要等到病人其他没有烧伤的部位复原了以后，再用那些部位的皮肤来补救那些已经烧伤的部分，所以整个过程会很长，病人也需要经过很多次手术。每1个礼拜我是会全身麻醉3次，就是会进到手术室里面啦。他们没有办法在我清醒的时候做这个换纱布的这个动作，我应该会痛死。只是有时候开完刀了过后会很痛，痛到在那边哭。其实是有抱着一点期待的，就是会觉得哦，我这一次去手术了过后，我出来又变得更好了。4个月后，我终于出院了。回到家真的很好，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吧，因为我知道，不管怎样，还是会跟以前不一样。慧啊，出来吃饭啦！煎三文鱼咯 ，ABC 汤你最喜欢的咯。一出院的时候，行动上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就连冲凉我都是需要我的妈妈帮我。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哦，我已经这么大了，我妈妈的孩子，她还要再继续做很像对 baby 做的这些东西，就觉得自己心里很过意不去啦。穿一下那个压力衣，很不舒服不舒服也要穿，没有办法的，穿这个好很多了。我不知道穿到几时。穿到扁下去先。妈妈从小就是一个虎妈，她不是那种用言语表达爱的人，就是很像小时候跌倒，她就会骂，哎呀，为什么又跌倒这种东西。但是知道，其实妈妈真的是很爱你的。来，帮你按你的那个伤疤。烧伤后的伤疤是疤痕增生。这个伤疤是很硬，然后它会影响我的关节，就是我的关节会硬化，会动不了。所以这个物理治疗师就会教我妈妈要怎么按摩这些，所以我妈妈每天比我还要勤劳。当初没有想到说辛苦，我只要她好起来，她能从医院走出来，从鬼门关走出来就已经很开心了。之前在 ICU 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你这样子帮我按脚，因为那 ICU 很冷，然后你的手很温暖。
就感觉妈妈的手很温暖，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种感觉。你在 ICU 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摸了，只有脚底，全部包到密密了，只有脚底可以摸而已。剩下脚可以动也是。被活稳至今已3年，秀慧的身体从无法自理恢复到能独立出门，但康复之路还未到尽头。秀慧现在每6个星期依然得到医院接受激光雷射除疤和重建手术。严重烧伤病人康复的过程来得更艰难、更辛苦、更漫长，疤痕增生，疤痕很痒，怎么面对社会？这些种种的困难，所以他们意志力要比一般的病人更强。前面几个月或者几个月以内呢，很多病人会产生忧郁症，产生自卑感，不敢面对社会观众。所以我觉得心理方面的康复相对比生理的更困难。基本上最大的区别是病人自己的意愿，他们要愿意走出这个阴影。我只能够变得比较好一点，恢复到跟以前一样是完全不可能了。最不适应的当然就是要重新接受新的自己。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哇，就一直会看回以前的照片、以前的视频，这些自己唱歌的视频，这些就会觉得，哇，以前我真的很想要回到以前。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非常伤心、难过，就是自己现在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唱歌，也不能穿我爱穿的衣服，把自己全部都包起来啊，因为皮肤还不能晒到太阳，然后自己也害怕人家盯着我的伤口。以前的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但是在车祸过后就开始变得自卑、怕人。这2年的生活可以用从天堂到地狱来形容，就是在自己最好的年代、最好的年龄，体力最好，也是最漂亮，然后又有一份工作，然后又有爱的人，家庭也和睦，就是在自己最美好的一段时间，但是就是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我还在跟自己和解当中，因为自己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身上的伤疤。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的鼓励。文思是秀慧在新加坡求学时期就认识的10年挚友。意外发生后，每1-2个月，他都会到秀慧家中聚一聚，陪伴好友。因为在这么亲、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身上发生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从来没有想过的。老实说，我能做的真的也只有陪伴他，陪他说说话、聊心事。有些可能他没有办法对家人开口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当他的聆听者。可是我们还是因为看到你喜欢。我喜欢打撸吗？不懂，可是我没有拿到打撸。其实我当时还不太敢问他，意外的事情或者他现在心情怎么样。可是反而是他自己提起，问我有没有去Jonathan 的葬礼啊之类，问我什么情况，问了我他想要知道的东西。然后，所以其实我很复杂，是觉得他很勇敢。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是很开心，是觉得，他真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因为只有接受了，你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跟走出来。这一部分会被算是抽掉，抽脂哦，因为之前他 transfer 那个 skin 从那个地方，他把那些 fats 全部一起 transfer 过来哦。我还记得我在他的房间，是我要帮他换衣服之类的，我才惊觉到原来被烧伤是有这么多事情不能做的。抽这里啊，还有那。我一开始只是以为可能皮肤很痛，然后很多手术要做植皮，这是大家都懂的嘛。但我从来不知道它会影响一个人的作息，
我还记得他那时候他的左边比较严重，他连举手这样手伸直可能都不太行，所以更不要讲说就是手伸去后面，可能自己换衣服之类的。然后看他到现在可以自己自理，可以自己做一些平常人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是很替他开心。老实说，就算我的性格再乐观的话，没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医院的这些团队的存在的话，我是没有办法一个人走到今天的。因为我得到了很多力量从他们的身上，所以我才能够这么勇敢，再继续面对我的人生。挥别过去，面对新的自己。经过2年的身心调养，秀慧一步步挣脱内心枷锁，寻找生活新方向。在好友的邀请下，秀慧加入朋友的美容院，负责营销设计。询问都可以写在这里，说it's very clear that 他们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在这里有。透过新工作，她慢慢找回自信。我会把这些 information 回去 consolidate 了，然后我回家会去准备。这个新的事业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吧，也会很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这是什么来的？踏出舒适圈，积极学习新事物，向朋友讨教生意经，探索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其实我从以前开始就是比较向往做一个女强人，靠自己养活自己的家人，就是一件非常帅的事情。但是以前就会很担心去冒这个险，不敢去接受失败啊。然后在意外了过后，就会觉得，假如你现在不做的话，你要等什么时候？劫后余生，不留遗憾。这股信念推动秀慧重拾做一名企业家的梦想，着手建立服装生意。她上网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学习配色，自己设计别样泳衣，希望为他人创造打破障碍的力量。现在也因为皮肤不能晒太阳，也是因为不想要让人家看到我的伤口，就突然间燃起了一个想法，就是想要自己设计，就是这种比较保守的游泳衣。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疤痕，还是你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还是你比较保守，但是都不能够阻止你打扮变漂亮的这个权利。对未来的期许，慢慢抚平内心伤痕，也让热爱旅行的秀慧再次收起行囊，去探索世界的美。想要通过自己旅行，有跟自己多一点独处的时间，自己平复自己的心情，跟自己对话，然后自己变得更加独立吧。康复的这段期间去旅行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就是还活下来的一些小美好吧。有一次，我去巴厘岛，我就看到了我人生中看到了其中一个最好看的日落。在当下，我看到那个日落漂亮成这样，我有流了一滴眼泪，这样就会觉得哇，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美耶。旅途的美好让秀慧找回了对生活的向往，感受到自己还活在这世上的幸福，回不去的从前也能更勇敢面对。过去是歌台歌手，如今只能是观众，看着曾经属于自己的舞台，内心百感交集，却没想过就此放弃心中所爱。是很想念以前能够打扮到美美，然后在台上表演，然后接受观众的掌声的那种感觉。
现在我大概每6个礼拜都还会开1次刀，所以其实身体上一直都会有伤口啊这些，所以很让我们不方便去做运动这些。所以当我的这个治疗到一段落了之后，我会想要努力的运动，然后训练回我的丹田肺活量，然后也希望假如有人想听我唱歌的话，我可以最终再回到这个我喜欢的舞台上。找回从前的自己未完待续，但天人永隔却是以无法挽回的结局。其实现在是有比较接受了，男朋友已经不在了，慢慢的走出来了。每一年他的生日，我跟他的家人都会特地在他生日的这一天出去吃饭啊，这些就是当作我们还在为他庆生这样。当时我是冲进了那个火海，尝试的想要把他们救出来，但是没有成功。从来我都没有后悔过。假如我没有冲进去的话，我反而会更后悔。我不想要活在那种悔恨当中。他在了我的生命上还是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曾经很重要的人，也是一个遗憾吧。虽然人生有很多 ups and down， 可是我都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不会排斥会有新的伴侣，就是顺其自然吧。这些经历都是你的故事，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们都是在你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页。